這狗子的膽子實在是太小了，這幾天除了我在家抬出來一下，剩下的時间基本上都躺在狗窩裡面一動不动。最近我不是在翻修老房子嘛，然后人又多，动靜又大，它嚇得都不敢出來。我一回來它就出來了，這就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樣。看來這狗子也沒白養，不過膽子也的確是太小了。以為我要帶它出去玩嘞，它可高興了。行，等一會兒我們帶它去山上找小胖，山上比較安靜。咱們去看小胖也不好意思空手去啊，帶點火腿腸，然後再帶一盒狗糧。布丁是沒興趣的啊，聞都不聞一下。火腿腸塞到他嘴邊他都不吃，好像要餵他。现在可以上山去看小胖了。今年我們好像還沒有特意來看過小胖，那家伙還認識我啊，記憶力超群。門口拴了2只，也還記得我，以前也經常互动。特別這個大黃，激動的有點過分了。這種大狗有的去餵食的時候也要小心，它一激動，可能一口就幹到手上來了，有前車之鑑。哎呀，我還沒給它餵呢，它爪子碰到的，地上倒了這麼多。丟一把狗糧在地上，火腿腸丟過去，它們一口就吞了。這布丁在那裡看啥嘞？也不知道過來。這要是果凍來這裡的，不知道他有多高興。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帶果凍過來的時候，看到前面有雞跑，追上去一口就把雞脖子給咬斷了，戰績我都不想說了。來看看小胖，這家伙現在也不胖了啊，吃東西特別斯文，和大黃真的不是一個級別的。然後這是唯一一只別人家的狗子，我敢上手摸的，我不擔心它會咬我，大黃我都不敢。一口就炫了，然後狗糧給它放這裡，它好像不餓。剩下這麼多狗糧，還是去給大黃，它好像永遠吃不飽。好了，放這裡讓它們自己吃。哎，我發現布丁啥時候跑了，還在外面等我。前段時間自從大家說這狗子不活躍，可能得病了，也不跟着我，結果從那以後它特別爭氣，我任何時候出來它都跟着在。可能就是比較懶而已。不過現在這個季節在戶外玩耍，一定要做好驅蟲。我在拼多多買的多美潔驅蟲噴霧，植物精油，安全可舔食，攜帶也很方便。而且拼多多我用了很久了，官方售后體驗都挺不錯的，身上安全了。那耳朵呢？我在拼多多給它買的維克爾飄洗耳液，清潔耳道。狗子之前甩耳朵、耳朵痛，用了之后会舒服一些。拼多多100亿補貼，有正品保障，買着很安心。平時有啥需要的都可以去看看。我發現狗子可能是比較喜歡安靜，來山上之後，我在這裡玩，它就坐前面等我，還是挺靠譜的。兄弟，要不換一個吧？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。這鴿子還挺執着的，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換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。還好他不會說話，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，可能還要罵我了。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只母鴿子換了一只公的嘛，現在都關着在，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，看一下會不會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對不會孵蛋的那一只公鴿子，這不就沒對象了，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来，不然的話会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。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，所以說咯，你就倒霉了，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。這也導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，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鴿子。畢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來的，現在我送給了別的鴿子，他能不生氣嗎？是吧？哎呀，這個家伙過分了啊！不僅咬我，還拿翅膀打我，這小伙子。別逗鴿子，能幫我充個話費嗎？肯定可以呀！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。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，那邊充值快，秒到賬。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。月底該充話費的，快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完了！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只鴿子之後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剛剛還從空中飛下來啄我的腦袋，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！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。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，他到處叼材料，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。現在你都是單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來，過來，我帶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就是不相信我。
以前一伸手就飛上來了。關鍵是我刚刚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會兒煮了餵狗子吃。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！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。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。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。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。不然的話，只要他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。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动不動飛到我頭上啄我的頭髮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？是吧？哎呀，這家伙脾氣太暴躁了。咋了？追了一只貓追到樹林裡面去的，很了不起是吧？還在跟我炫耀嘞。剛剛把一只黑貓追到樹林裡去了，然後过來就，你小子想親我是吧？還好沒親到。追的一只貓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，特別高興，好像要問我要獎勵一樣。也就跟着我的時候，它膽子比較大。平時我聽鄰居說，經常有貓欺負它，它都不敢反抗。這狗子真的有點狗仗人勢哦。你一直盯着我幹啥呀？還舔舌頭，該不是想吃我吧？今天我沒有給你帶吃的，等會兒回去給你搞點火腿腸，獎勵你一下。走吧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只貓，嘿嘿，哎，你怎麼跑了？火腿肠不想吃了？這只貓好兇啊！頂住壓力，不要慫。要不是我在這裡，狗子早都嚇跑了。算了，別找了，找到了你也不敢動它。挺會裝的啊，還在到處找貓。貓我都看到了，它假裝沒看到，當着我的面演戲的。這貓不在這裡嗎？那一只貓剛剛從這裡跑了，我一看，我之前掛的葫蘆掉了，鐵絲斷了。不過也沒關係，現在鳥的繁殖季節過了，它們也用不上，帶回去曬乾，等到春天繼續掛。又發現了一只貓，這一天跟着我出來好忙哦。不知道的還以為它是獵犬呢，實際上它特別溫順。回來了，答應給你搞點吃的，你在這裡玩一會兒，我去找找還有沒有火腿腸，順便把葫蘆放這裡曬乾，過段時間把這些葫蘆的籽兒給掏了，找個地方掛起來，明年讓野生鳥繁殖。回來，這狗子閒不住啊！我就回家幾分鐘，它就跑了。你的狗腿子跑得可真快喲！來，答應你的火腿腸。好像有3、5天沒給它吃火腿腸了，都開始從我手上搶東西了。這一根吃下去好像不頂用啊。等一會兒給你搞米飯吃，然後裡面再加點火腿腸。不急啊，你先去玩吧。這就是我們家狗子下午要吃的飯，米飯加湯，還有骨頭、瘦肉之類的。晚點再給它餵。這狗子最近的飯量特別好，明顯長胖了一圈，希望越來越胖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只母鴿子換一只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只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来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来，所以到现在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，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。我估計是孵化不出來，
你們這是狗變了吧？動不動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皮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直都孵化不出来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！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，它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應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来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来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带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丢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的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来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吧。現在的鳥吧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啊！最多10天8天的就给你換一個，到時候孵化出来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這貨今天有點激動哦，剛才不停的攻擊這個葫蘆，今天我準備把這些葫蘆全部都鋸開，過幾天就掛上。他可能以為這個葫蘆是我的手，所以他不停的攻擊。我可不想聽你這個大嗓門。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最近他真的是異常的激動，我走到哪裡他追到哪裡。這些葫蘆全部都曬乾了，今天鋸開，全部掏空，過幾天找合適的位置掛起來，給戶外的小鳥繁殖。這個葫蘆就不給小鳥做窩了啊，唯一的一個，我捨不得啊。很多人說沒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，這是我去年鋸開的，放在戶外小鳥築巢了，然後冬季葫蘆掉了，我又撿回來，今年繼續掛。就從這一個開始，聽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。給沒有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的小夥伴看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，今年又可以繼續種了。給戶外的小鳥築巢，裡面的空間一定要大一點，所以說必須要曬乾。曬乾之後，它殼跟籽都分開了，現在就可以了。內部空间很大，口特別小。這是第二個，這個口有點大，這個裡面的空間比較大，所以看的就很清楚了。完了，這個古董被我用壞了，我要重新去換一把鋸子。用這玩意兒繼續。好了，基本上全部搞定，這又省了多少錢呢？自己動手自己種，這麼多葫蘆籽，今年全部種起來，最少有100-200個葫蘆。最後這幾個有點小，留着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吧。這2個是被老鼠給禍害過的，這一個你們說怎麼弄比較好啊？割開吧，又有點捨不得。這一個有點歪，就留着給10姐妹做窩了。直接一錘子砸個洞，10姐妹做窩正好合適。這個葫蘆籽留着，今年繼續種。喜歡養珍珠鳥的看一下，這個葫蘆給他們做窩，是不是特別好？又好看又省錢。之前很多人問我要葫蘆籽，送過的就送了，沒有送的就不送了啊。主要是不划算，快遞費要10多塊，網上你買的話也就6塊錢。哎，所以說你們還是自己買吧。這個葫蘆孔我開成這個樣子，掛在戶外給大山雀做窩，他們應該比較喜歡這種環境，但是不能淋雨。這幾個全部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，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大。好了，全部搞定，大概就這幾天，我去戶外找合適的環境，全部掛起來。
上一個視頻我說要好好的感謝一下給我幫忙的小老鼠，這不，今天就準備了。老鼠特別聰明，只要是這個籠子抓到過一次，後面基本上抓不到了。所以說今天我搞一點香水，給這個籠子噴一下，香香的，變了個味道。這樣的話，把它們請過來的概率應該比較大一點。好了，等一會兒裡面放點食物，如果抓到它們的，明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我是怎麼放生小老鼠的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过来看一下，但是一无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鳳冠，沒有這一只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發現田裡面有2只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，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只就剩6只了，還有4只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嘞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个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吶！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麵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嘞。因為怕人又怕藍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。不管它了。好多人都說黃花的玄鳳鸚鵡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鳳鸚鵡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1隻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隻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動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，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動。來來來，狗子帶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願意動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說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吶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沒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隻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來。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，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隻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，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。這個素囊任何時候都是鼓鼓的，
所以说挺胖的。我刚才不是给它放到这个位置吗？另外一只魔术鸽已经飞走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等了这差不多有大半个小时了，我出来它还站在这个位置，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動一下。所以說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隻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願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較喜歡散養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它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它們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隻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，樹上還有好幾隻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麵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隻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麵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隻野八哥這上面，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隻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隻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絲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攪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，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來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。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，1號天敵呀。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了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。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撓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攪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麵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撓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總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麵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他拿一點麵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他放生有點不現實。等他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，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攪屎棍。就剩他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，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兄弟們，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鴿子孵化出來的小鴿子，清一色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。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，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，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
周邊全是老鼠屎。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沒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沒事啊。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環境，真的是危機四伏啊！周邊我還下的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。他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，剛把蛋拿出來，它就過來了。應該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電筒照一下裡面什麼情況。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废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了。廢了！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嗎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们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鴿子啊，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來都是一樣的，這個基因強大到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，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它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。別急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個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，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，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，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難搞哦。特別是這2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，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真的太好看了，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。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
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饭吃，叽叽喳喳的，太多了。狗子，想吃东西吗？来，过来，给你搞一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來，你吃你吃。我就不信了，狗子連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覺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趕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。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